各自是小强，大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摩尔排棋。之前呢，我们有聊过 WF 上 GPT 工作室推出的新品，一款非常复杂场景化的地台。当然，现场看的还是不是那么足够啊，所以呢，今天我也是把它借回家里，仔细的去端详一番啊，好好的看一看这个我玩玩具以来最复杂的一个地台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构和设计啊，记录下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了解 GPT 这个工作室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啊，其实之前也有推出过一些场景化的地台的，但这一款呢是和 JUN Workshop 联合出品的。可能玩 GK 的朋友们应该有所了解啊，这个君君还有安迪之前的产品也可以看出来啊，人物很精美的同时，场景的搭建也是侧重于真实感和氛围感的那种啊，整体营造出来的质感非常棒，精细度也是非常的强的。这一款神隐之地同样是沿袭了这样一个设计的风格，尤其是很多这种水面呐或者水迹的刻画上，整体的造型呢，大家应该都非常清楚啊，用了这样一个非常火热的啊，目前非常出圈的独角鸟居这样一个形式，横向偏窄但是纵向极高的造型，这根残破的鸟居是非常显眼的啊。你可以看到它遍插朱漆，但是整体这个残破的效果，木艺原木啊，包括上方这种开裂掉漆的效果，残垣断壁的那种风格化的处理，我也是非常喜欢。透过这个破口处，又能看到里面原木的色彩，这个我觉得还是比较丰富的。然后在中间这个横梁上呢，又能看到站着一只垂头的乌鸦，感觉它这个神态搭配整个这个场景的基调还是很有趣的。你看它低着头，缩着翅膀，小的动态效果。这乌鸦算是上半部分的一个点睛之笔。接着向中心去看呢，可以看到一根真实这个布艺啊，或者是类似于麻绳的结构。上面这个做旧的涂装效果也是比较重的啊，还是很有这个日系的风格，粗壮的这种起伏的绳索嘛啊，但是它断裂之后也会自然的垂下，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凹腰不同的造型。然后是我非常喜欢的就是围绕这一根红柱盘旋向上的粗壮根系，表面这个木纹呐，或者说自然的那种感觉还是有刻画出来，也能让这个人造之物呢和这种自然的氛围有一个过渡的渐变的过程啊，就不至于直挺挺的就插在这里。随着这个根系向下呢，就能看到台面本身可能有一些朋友觉得略小一些啊，但其实它为了整体造型的这样一个协调程度，如果再放太大的话，就失去了一些美感啊。正常的摆放或者做一些类似于跪姿之类的动作还是可以实现的。这一部分我最喜欢的地方还属于遍布于整体的这些青苔的表现啊，还是有一个层次变换在上面。在这个台面边缘啊，也可以看到它沾了一些洒落的这个枯叶，会把整个自然的氛围营造得更好。石纹石缝上呢，也能看到一些积水的表现，就好像刚刚下过雨的那种感觉。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台面上呢有一个小石臼啊，拔下的话就可以插入这样一个透明的脱裆支架，保持一个更好的稳定性。
在这个石台下，就是这个产品，我觉得最好看而且最亮眼的地方啊，就一汪净水吧啊，这个水面包括水下的那种雾，让这个整个产品的层次感提升了不止一点点啊。可以看到里面七扭八歪啊，有些栽倒啊，或者说是残破的这些小僧佛像。神形呢都是相似的，但是它角度却各有不同，残破的感觉也都不一样。你仔细去看的话，它有大有小，还有半张脸已经被破碎呀，或者说被溶解的那个感觉还是有刻画出来。我是超喜欢这个底下这个佛像的这个层次感，因为你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的话，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感觉。除了这些石像石碑以外呢，遍布于水底的这些个枯枝败叶，就是这个点睛之笔啊，非常的好看。能让我想到《人间失格》里有句话叫什么来着？枯叶和水底的岩石相遇，还是什么的啊？以景喻情吧，啊，大概那么个意思。看起来是类似一个随机化的分布，把它摆出一个好看的或者有点意境的感觉，这也需要进行一定的处理。然后它这个水塘中不仅仅是这些枯叶的表现啊，像是正常自然的状态下，这个枯枝啊，还有这些叶子腐烂腐败之后，会自然的释放出一种类似于色素的展现，会让整个水体呢，不能说变浑浊啊，但是会散发出一种棕黄色的调调。它这个水也是有刻画出来这个细节的啊，这个感觉我还是非常喜欢啊，很自然的啊。整个水体部分无疑是这款产品最大的一个卖点，同样也是一个难点啊，因为上方的这个台面包括根系都是一体的结构，所以说你要把这个全部做好之后，再进行一个滴胶的处理一旦这个位置没弄好的话，从头再来，这个费件率应该还是一个挑战啊。总而言之呢，这款产品或者说这个地台还是我体验过的最复杂而且最生动的地台的产品。搭配到一起的话，观赏人偶的同时也可以观赏这一方小世界啊，还是很有趣的。而且你不仅仅可以搭配这个1:6的玩具，因为它并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比例啊或者什么。如果你搭配一些1:12产品的话，也能侧面的呼应出这个鸟居的巨大啊，就看你去怎样取舍。有种流动感，流动感，你知道它是不会动的，就是但是乌鸦可能看起来像是飞到这儿的，然后那个绳子感觉就像是有风，它会跟着摇摆起来，然后这个水可能它也会就是下一秒好像就要有波纹的感觉，对吧？整个就还挺生动。就我目前去看的话，这个地台本身这个涂装的效果也好，开模的精度也好，个人觉得大货还是能够进行一个呈现，希望最终大货的呈现效果能目前保持一致。然后我也有留意到之前官图中啊出现了一束一束的那个植物进行搭配啊，问了一下叫做千层金美团火锅不是千层肚这个还 OK 啊，在这个美团买菜上，反正北方相对少见一些啊。把这个东西如果说拿回来晒干，可以做一个小的造景摆在旁边啊，那个氛围感的话就更强一些啊，还是很有意思。然后呢，目前这款地台还处于一个预定的阶段，好像是要到10月份，大概中旬的时候停止啊。喜欢朋友们还是可以去尝试一下。我觉得如果之前有 GPT 的其他产品的话，搭配起来的那个风格化真的是非常的强，像我说的一样，能够呈现出一个类似于雕像的那种场景感，搭配其他的偏向日系啊或者古风一点的，或者是有点荒野那种感觉的玩具都是 OK 的，而且不分大小，具备一定的泛用性的。围绕着这个鸟居啊，包括柱子的部分，其实还是有分件的设计的啊。像我拍到现在才发现啊，我把它这个沿儿安反了，其实应该是大无语，向着这边才对，也算是一种这个不同的展示吧啊，我觉得强行解释。立柱的部分也没有一个完全的限制啊，就是你可以把它扭动啊，转向不同的方向。或者呢是直接给它拔起来，单独展现这个树木的部分也是可以的。所以效仿古人啊，看到美景就想要去即兴赋诗一首，东施效颦。我就写好了啊，云想时讯压响空，
鱼子垂髫游历中，浊土幽静多神隐，一幻一真一朦胧。然后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学员朋友们记得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